怎么回事？上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个打怎么又打架了？平日里他叫我头大，我也就忍了。他竟然敢说我阿爷领个死差，国母6月初1，我不造还不好了，撒手。是我阿爷干死我的，但是查案成了诈骗了。你就是那个倒霉的律师师，岭南的律师要是遇不到查案，你就会被处死。他们都听说了。你现在就问他们，你到底是不是律师使？你们回去都跟大人都好好说这个荔枝它能运到长安来，是怎么？秀儿，真不理阿爷了。来，看看，你这真不理阿爷了。秀儿啊，这个荔枝使呢是个美差，所有转运使在阿爷面前都抬不起头。因为他们嫉妒阿爷，才把这事儿传成这样的，啊！我秀儿冰雪聪明，这个看不透啊。他们为什么要嫉妒荔枝使？阿爷问你，你说天底下所有的差事儿，给谁办差事儿最重要？是圣人。对呀。那朝廷是不是得花大价钱，为了给圣人这个事儿办好？而转运这事儿呢？是路途越远，花费越大。那你说咱大唐这个疆土之上，还有比岭南更远的地方吗？哎，那便是了呀。所以阿爷去岭南给圣人运荔枝，啊，这花费是最大的，油水也最大，所以他们才嫉妒我。哎，这2天，阿爷去各个署衙办事儿，那就没有不认识我的，那全嘴里都说着我呢。可他们都说。岭南的荔枝是运不到长安的，阿爷的任务不可能完成。阿爷就要做第一个把荔枝运回长安的人。那些人办不成，是那些人不行。阿爷不一样啊，因为阿爷啊会算。笑一笑。阿爷，你没有骗我。没有。阿爷，那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。阿密塔会一直留在长安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我还没有问过他呀。那他会一直住在咱们租的那个房子里吗？没有。那房租要是到期了，他得自己交钱。那他不会搬到我们家来住？那搬我们家干嘛？我们3个怎么住啊？秀儿啊，阿爷跟阿密塔就是朋友，就是朋友。你阿爷这一世，心里边只想着你阿娘一个人，也只有你阿娘懂你阿爷。以前阿爷是算科出身，莫名其妙的就被弄到了上林署，整这些花花草草。阿爷是外行。后来呢，认识了你阿娘，我们成了亲，搬到了这里。阿娘亲手种的那棵桂花树，有一年冬天呢，下大雪，我说这桂花树啊活不了了，但你阿娘就坚持照顾它，侍弄它，给它施肥，
你阿娘说一定能救活他。果不其然，第2年，这桂花树就发芽了。你阿娘说呀，花花草草都有灵性，你对他们好，他们会报答你的。桂花有折桂，是贵人相助的意思。后来在上林署，你阿爷天天弄这些花花草草，总想起你阿娘这句话，不知不觉就成了行家。所以啊，这辈子你阿爷想的，那只有你阿娘一个人。七郎，空浪先生不是嘱咐我们，无事莫要再来空浪书局吗？这不是恰好路过吗？顺便问问事情的进展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七郎，你这哪里是路过，你这是急奔空浪书局而去。再说，你要问询这事情的进展，为何还要买那女子用的团扇？咱不能空着手去吧？这叫礼节，懂不懂？我看是七郎多日未见空浪先生，思念成疾喽。高，从小到大，有没有人撕过你的狗嘴啊？七郎用心的都是要紧事，没有一点闲暇顾及儿女私情。打得好。哎，高，你看我今日这身大方吗？得体吗？七郎今日真乃翩翩着世之佳公子也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再学赵新民，我弄死你！回去等消息啊，我知道空浪先生的规矩，需依序办事。可我这次相寻之事10万火急，这一挺银子，是希望先生能先办我的事儿。既是规矩，便不能破。话我会带的，请回吧。桂英兄，新民兄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来书店自然是买书啊。您不是来买书的吗？某是买书啊。那个没选的中意，想到别处再看看。哦，那改日再聊。告辞，告辞。人呢？新民兄怎么又回来了？刚才内侧书格啊未看，回来再找找。正好陪陪桂英兄。桂英兄这是要找何书啊？哦，我寻一本《寿比南山宏愿经》，好日日念诵一遍，为右相祈福。哎呀，桂英兄对右相
真是一片忠心呀！你这粉绣细绢的团扇，一看便为女子所用。莫非这书局有桂英兄中意的女子？新民兄误会了，这团扇是我自己所用。莫要说笑。你看，这个扇子另有玄机哦。显白，这上面绣了“相思”二字，作何解释？哦，在别人眼里这是相思，可是在我自己眼里，需要反着念。思笑。美人脉兮阴沉缺，隔千里兮共明月。我虽然身在岭南，但日日思念幼巷。每每月下独酌，北望长安。一个人心里是思绪万千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。哎呀，故写下“思巷”二字，以解相思之苦啊！哎呀，你一片苦心，右相定能感召。但愿。或许这书局只有归云兄所要之书，却从不曾有我所要啊。既如此，告辞。新民兄慢走，告辞。于长史，天黑，小心脚下。少拍马屁，服侍好贵妃才是正经事。右相嘱咐过，此次贵妃诞辰宴要好好操办。所剩时日已经不多了，各地的进献可有眉目了？各地的生辰纲都已经在路上了，藩邦所供也过了边锁，下个月陆续抵达长安。到时候太府寺左堂署那边派些人手好好看管，莫要出了岔子。除了生辰纲之外，各地的风物特产也要到齐。你呀，督促的勤勉一些。惹。于长史，说到各地风物，这几日倒是有个乐子。那荔枝使自岭南回来了。荔枝使？您忘了，您还在乐游院见过他呢。当时领差事慌张的要命，说那岭南的荔枝是万万运不来长安啊。您说，那只有等死了。结果那痴人，如今居然声称找到了转运荔枝仙的方法，堵在各个衙门门口递渣子，结果就如蹴鞠般被踢来踢去。最后，居然还赶去兵部找了帮杀才，被轰了出来，吓丢了半条命。身在绝境，奋力抗争，只求一个绝处逢生。这个荔枝使的遭遇，倒是跟某昔日有点像。于长史，您征马松拉的壮举，那是千古奇闻，不可复制。那荔枝使何德何能，能与您相提并论？富贵险中求，极大的风险之中，往往孕育着极大的机遇。这荔枝使若是真的掌握了转运新鲜荔枝的方法，那他手中攥的可是泼天富贵的敲门砖呢。说，哎，这老牡丹怎么会生了虫？几日了？有2日了。哎呀，2日，2日你们不告诉我啊？为什么不说？是不是活腻了？有2日没来乐游院了，我们总不至于找到上林署吧？完了，啊！过了晌午，右相便要来乐游院，
若是让他看到这般情景，我们可都得受罚。捉虫，叫所有人过来捉虫。这虫是捉不尽的，得是驱虫水吧？这还用你告诉我啊？若这驱虫水再调配不好，再把这老牡丹给毒死了，咱们的脑袋可都得搬家。那是圣人最喜欢的老牡丹，你竟这般不小心。我责任不能怪我呀。自李善德走后，大家商定好的，一起伺候牡丹他老人家。如今这枝叶生了虫，岂能怪我呀？哎，你这话说的，属下虽负责修剪枝叶，可平日里只是小心的挑些枯杈败枝，比给我阿娘剪甲都小心。这虫肯定是从土里冒出来的。哎，我虽然给他老人家松土施肥，但是用的都是最细的耙子，最好的肥。要真是因为这土与肥生了虫，那也得去问问采买与司库啊。嘿，我若是买了带虫卵的肥料，那虫怎么到现在才生出来啊？我看就是平日里疏于防范，一定是隔离网子出了疏漏，才让虫子给钻进来的。哎，我是负责围网隔离，但在吏部任职郎中的家兄常常教诲我说，最难防的是人心。首令，这围网隔离何时是为了防虫了？真是人在手中做，箭从身后来，还请首令做主啊！如此说来，你们都无责任了。我在上林署长院佑园林，若是事无巨细，今天一株牡丹，明天一棵翠竹，都由我来监办，那要你们何用？今天此事必须理个明白，找一个人出来负责。听说李善德回来了，当真？对。听说李善德，为了荔枝批文的事情，在各个府衙还闹出了不小的骚动。批文没拿着，横了一鼻子灰。首令，其实这牡丹本就是李善德他负责的，我们只是出于同僚之意，帮他照看牡丹。就是，谁知道是不是他当初用那个黄泥补断枝，才导致今天生了虫啊？这牡丹受了伤，正是孱弱之时，那泥土沾了污物，定会伤及根本，时久一长，必然生虫。如此说来，就应当由李善德负责。他负责，他一个将死之人，早已无所顾忌，怎肯担这个责任呢？我们可以骗他回乐游院。现在何人还能骗他？哎呀，这不行就换个方法试试。首令救我呀！我80岁的老母还在家中啊！首令。李善德虽当了荔枝使，但毕竟是我们昔日同僚。他回了长安，在各衙门口受了气。不如请他来回上林署小婿，如何？李监事，韩主事外出公干了，要3时才能回啊，您候着。
梁元儿，哎呀，你何时回到长安啊？你织的差事办得可还顺利？哎，对了，梁元儿，某了解你的心思。说句实话，如果某接到这种差事，也会心生怨念。可你当真误解了我们啊！是，如今李知识已经成了属衙间的笑话，他们笑得出来，咱上林署的人笑不出来呀。你走以后，刘署令时常责怪自己，他说他自己无能，帮不了你。可你也知道，咱上林署它就是个清水衙门，没有实权。那其他署衙尚可把差事往外推，可咱上林署呢，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来呀。哎，亮亮，你走以后，公差们颇为挂念你，大家呀都希望你能把这桩差事给办好，也替咱上林署争口气。眼下你若有任何难处，定要与我们开口。你现在的境遇，便是我们将来的遭遇，我们定会帮着你。哎，没事，走。宋监事，你们有没有什么人脉，能帮我把荔枝转运的闸子递上去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李先生已经找到了转运荔枝仙的方法，这几个衙署还互相推诿阻塞。唉，当初这荔枝使的差事，便是他们几个互相推诿，才落到咱们上林署的头上。这帮狗叉踩着嘴脸，我再清楚不过了。梁远，那你现在有何打算？荔枝转运这事儿，得有批文我才能推进。今日来呢，想问问彭柴，谁能有说得上话的人，帮我把这个闸子递上去？从咱们上林署把闸子递上去，怕也要碰到灰。哎，曲监事，令兄不是在吏部当值，可否帮忙？首令啊，家兄虽是吏部郎中，递个闸子呢是举手之劳，但实在是不巧，家兄今日啊恰好去洛阳办公差去了，得下月方能回来。梁元儿，你可能等啊？我等不了。你要是昨日来招茂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一亲眷在藏书署，平日里呢也管些货物流转之事，要不我问问他？藏书署流转的都是注册典籍呀。其实我这儿倒是有个关系，我一个多年的同窗，刚刚升任太府司主簿，不行我就跑一趟，看看他们能不能给我这个薄面。我去过了，那儿负责接待藩邦来贡，咱这是岭南吏治。咱们上林署啊，就是个清水衙门，说不好听的，
也就是个养花栽树的。要说位高权重啊，咱们在乐游院倒也见过不少。可交情，相交才有情啊。咱们想上前说句话都难，更谈何攀关系了？说到这个，我倒想起一个人。咱们上林署还真有一个攀过关系的人。谁？你呀？你忘了？右相命人为圣人喜欢的那株牡丹搭雨棚，结果砸断了侧枝，是你救了那株牡丹，替右相解了围，那是头功啊。如今那株牡丹长势渐喜，右相见之欣慰，还曾提及过你。他定是记得你当日的救治之举。我哪能见着右相？哎，我记得你这个荔枝使的赤牒，便是右相签下的。你若向他禀报，不算僭越呀。况且这转运之事已然有了眉目，他定会很惊喜啊，不会责备你啊。立春之后，右相隔日便去乐游院赏花，次次必唤当值之人汇报那只牡丹的近况。这或许是个机会。哎，右相何时再去乐游院呢？巡礼就在今日啊！廖元，那就是别误了出事，快点去吧。哥。